各位水产的媒体朋友，大家午安。这几天大家辛苦了。这一次的太平洋友邦之旅我们已经分别跟马绍尔群岛的罕尼总统，还有图瓦卢的索本加总理，还有所罗门群岛的苏加瓦瑞总理会面啊。除了签署了各项备忘录之外呢，我们也就双方的合作项目也做了一些讨论跟对话啊。那这一次的出访我们主要关注的是3个领域的合作的项目，那分别是教育、医疗跟农业。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展现出来的是台湾的专业的能力，以及我们能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贡献啊。那么首先是教育啊。那么在马绍尔群岛，我们设置了总统奖助学金，给想要就学的亲韩的学生。那么透过双和医院的协助，我们让国际医学专班的毕业生能够在马九罗医院实习哦。那么在图瓦卢，我们提供小学生全新的书包，也将协助当地落实技职教育训练。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进一步的宣布，将会增加太平洋6个友邦，一共18个高等教育的奖学金的名额欢迎更多当地的年轻人来台湾攻读高等教育学位。那么透过教育翻转贫穷，改善生活，是台湾能给太平洋友邦国家最根本的协助第二个是医疗。那么除了刚刚提到在马绍尔群岛的实习计划呢，我们也持续的强化了太平洋友邦的巡回医疗的能量那么在马绍尔群岛有双和医院，在图瓦卢有我们的中山医学院，在所罗门群岛则有高雄的医学院。那么这些团体不但能够办理巡回医疗，也积极引进医疗设备，希望能够提升当地的医疗的品质那么同时，无论是疾病的防治、公卫的宣导，或者是更长期的人才的培育医疗的管理的升级，都可以看出台湾医疗团队的长期以来的努力那么第3个是农业那么我们岛屿友邦可耕种的土地有限，也明显的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冲击，所以台湾的技术团的农耕技术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那我们在马绍尔群岛的罗拉农场，用循环经济的概念设置了绿色环保猪舍等一下我们也要去看看所罗门技术团的成果，透过更高效率的养殖和做的技术技术团协助友邦在农业经营跟生态永续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也促进了当地民众的饮食健康那么我们这一次造访的3个友邦规模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他们都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冲击。那么从友邦的政治领袖的谈话中，我们也都能够充分的感受他们对永续发展的关切跟期待。他们所展现的这个志气跟努力，也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教育、医疗和农业就是17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所谓 SDG 最重要的基础项目。那么这些向友邦输出专业技术的经验，不但能证明台湾的能力，也有助于告诉全世界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么这几天大家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蓝色的海洋。那么我也相信，在国际合作领域，台湾的能力跟自信，也可以创造属于我们在国际社会的蓝海。谢谢大家。